哎，怎么找不到海绵宝宝？这是新出的智能电视，要干什么直接和他说就行。二狗子，念一句我最喜欢的诗：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怪不得叫二狗电视，原来是这么用的。二狗子，我要看海绵宝宝。好的，即将为您播放《可怜的姥姥》。二狗子，播放《国家宝藏》。好的，即将为您播放《国家宝藏》。你的倒霉体质果然不是盖的，连智能电视都不理你。说起来，你上次用手机导航掉进沟里也可以理解了。我会掉进沟里，完全是因为我不走寻常路。怎么了？薯片吃到一半发现过期了？应该是没吃出，再来一罐。我被打工的超市给辞退了，店里来了一个高科技机械手，能在10秒钟里取货打包，会拉各种图案的咖啡，打的每一个甜筒重量都一样，收银结账还从不出错。我除了鼓掌和点赞，所有的活都被他干了。一只机械手能这么厉害？擎天柱身上卸下来的？说是什么新的癌技术癌技术 ，AI 吧？ ？AI 是什么癌？有救吗？有救。哎，有救个毛线 ！AI 是人工智能的意思。现在 AI 发展迅速，已经有了 AI 客服、AI 司机、AI 服务员。在未来 ，AI 还会取代人类很多的工作岗位。大家都会被取代吗？ AI 没法取代像我这种需要智慧和临场应变能力的职业，我在智力上完胜他。吹吧，连智能电视都不会用，AI 最难取代的是我这种极富想象力的作家。像一飞这样的老师，AI 也很难取代。像大力这样的学霸，甚至可以取代 AI。说半天，只有我会被取代吗？别丧，手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虽然这只手臂的能力强，但是你长得可爱啊，说不定哪天店长就会想念你甜美的笑容，继而忘记你把一切事情都搞砸的神奇能力，让你回去了。我被辞退又不是因为能力差，那是因为什么？那只机械手把所有的活都干了，我不服气，想赢他，就和他玩猜拳。他只有2根手指，很显然只能出剪刀。我看穿了这个秘密，把出石头爆他，整整赢了他5分钟。结果被店长看到了，他说我上班开小差，把我给炒了。和机械手玩剪刀石头布，我看你就是个剪刀布石头。剪刀布石头，剪刀布，你 diss 我？这是我今年听过最蠢的事情。哎，我们来看一部没有机器人的电影，缓解一下情绪。二狗子，请播放《侏罗纪世界》。即将为您播放《悲惨世界》。哎，别不开心了，再找份工作不就好了？二狗子，搜索一下各大招聘和兼职网站，有什么钱多事少、离家近的工作？好的，请稍等。还有这个功能？距离800米，工作简单，每天只需午夜上班1小时，报酬丰厚。午夜那是正经工作吗？想什么呢？是给餐厅回收泔水的工作。这工作我做不了。距离500米，代写作业，待遇从优，接受 Q 币支付者优先。这谁家孩子不学好？代写作业不提倡啊！说的像我能写出人家作业似的。还有一个，距离10米招聘兼职，要求有耐心，不眼瞎即可。发布者小黑，不会是古怪实验需要的小白鼠吧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别申请了。好的，已申请。恁在跨国公司财务部门有过实习经历？对，在麦当劳做过收银员，还在知名外企的物流部门担任重要职位。在家乐福拉过货。曾经获得的奖励，在微博抽奖中成功抽中一箱矿泉水儿。行，就你了。老板，你不会要抓我去做小白鼠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以及你的老板不是我，是他。
舞，赤着脚太空漫步。我想问你还真酷，阳光晒过的路，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尝新了老去的树木，吸一口纯阳就漂浮。蓝色背景下，我练习飞行的角度，保持我的态度，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靠整天的不玩耍整片荧幕，不断变的梦直线加速，奔跑在我画的地图。谢谢你对我微笑，10年相伴，这一路每一步每一步，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每一个动作我都完全投入，不断变的你陪我加速，奔跑在我们的领土，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每一个动作我都完全投入，不断变的你陪我加速，奔跑在我们的领土。啊，好可爱呀！不要用可爱这种低级词汇形容它。娃屋里233是一款高智商、超稳定的智能音响。233，他还会说相声？我研发失败了232次，所以它是233型的。一个音箱还装履带，像漂移啊！不会动的音响能在不同的位置听到的音乐效果是不一样的，做不到身临其境。而娃屋里可以跟在恁的身后，不论是高山流水还是动词大词，可以让音乐永远环绕着恁，让恁拥有自己的 BGM。这么一听，还真有点儿杀马特的小兴奋。那要我做些什么？带他去跳广场舞？你们太小看娃屋里了，它内置了我定制的青龙智能学习芯片、朱雀高速内存、白虎固态硬盘，还有玄武大容量电池。它解决了一个困扰智能音响发展很久的问题。不会猜拳？是不够智能啦！现在的智能音响那都是噱头，能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再把问题传送回云端，然后再告诉恁答案，充其量只能算个传声筒嘛。而娃屋里不一样，它不需要联网，内置的学习芯片可以让它通过学习越变越强，最终成为家里的智能中枢和贴心小管家。只不过娃屋里现在还没有启蒙，需要大量数据来强化它。咖喱酱，我会给恁一些常用物品的图片，恁来负责叫娃屋里识别，让它认识这个世界。没问题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。现在的电话推销真是执着啊！买房还送优惠券，满100万减50。我缺的是50吗？你直接挂了不就好了？小哥声音挺好听的，说话要得体，直接挂了不合适。现在的推销电话不一定是真人打的，有可能是 AI， 声音是人工合成的。又来了，怎么分辨是真人还是 AI 啊？我有办法。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是否考虑投资泰国海边回报率在8%左右的房子？你是真人还是 AI？ 我们的精装总价是1套30万起。我只和真人推销员说话。当地的贷款利率是6.5%，但我们还可以想办法。我在开车，不好意思。那打扰您了，再见。是 AI 推销，鉴定完毕。之前的没听懂，开车倒是听明白了。现在的 AI 推销已经可以根据你的回答进行对话了，但只能回答相关性比较高的问题，所以直接问他是不是 AI，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按照原来的剧本展开聊天。这么说，我刚才被调戏了整整5分钟。现在 AI 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。哎，你们谁帮我研究一下这个智能音箱的说明书啊？买这玩意儿干嘛？哎呀，子乔去培训了，我担心一个人照顾不好宝宝，他能提醒我很多事情。小花，宝宝打嗝怎么办？每日科普时间到，宝宝打嗝怎么办？可以将宝宝放到肩头，或者是让宝宝侧躺到床上，然后用手轻轻拍打背部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你 ，AI 要慎用，不然会吃大亏。吃大亏？加葱加蛋吗？我刚刚就被 AI 调戏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熬夜开黑，手机上的智能助手突然跳出来，说我已经玩了很久了，让我休息一下，然后自说自话地关掉了屏幕。黑色的屏幕上映出了我深深的黑眼圈和乱糟糟的头发。
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现在的 AI 助手都有9做检测，提醒你适度游戏、适当运动，这是好事儿。他明明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嘲笑我状态不好。还有，你们想想，自从有了智能移动电话之后，我们的智能、移动还有电话，是不是都在减少 ？AI 要慎用，尤其是养孩子这种事儿。小花只是一个带娃音箱，299还包邮。她除了会唱唱儿歌，教我一些带娃常识以外，什么都不会。有必要像防贼一样防她吗？哟，还会唱歌呢。小花，唱来听听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很一般嘛，总好过你上次给宝宝飙高音唱什么大耳朵图图要好，宝宝哭了好久呢。那是图兰朵的《今夜无人入睡》，不是你自己说的要给宝宝培养一下音乐细胞吗？我想通了，还是小花的儿歌更适合宝宝。子乔走之前可是让我多留意你和宝宝，要用小花音箱，我得先确认它有没有安全隐患。Hey Siri， 搜索带孩子常见问题。哎，你不能用一个 AI 去考另外一个 AI， 万一他们互相包庇怎么办？我得亲自出题。怎么了？遇到什么烦心案子？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，一辆车撞死了一个人。哪里离奇了？难道是婴儿车撞死了绿巨人？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撞死了一个外卖机器人。外卖机器人的主人要求赔偿，无人驾驶汽车的车主觉得自己没错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扯皮到现在。你们怎么看？是挺为难的。点外卖的人要饿肚子了。以后机器人普及了，肯定会有很多新的法律问题。没错，就比如啊，我的机器人保姆买彩票中了500万，你说这钱算谁的？别烦他，你既不会有机器人保姆，也不会有500万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什么酒？酒桶成精了？这是新来的自动卖酒机器人，在这里试运行几天。酒桶精，给我酒。不是这么操作的，只要注册过苏宁会员，留过脸部资料，它就能通过摄像头识别顾客。酒桶精，给我来瓶比心，玫瑰味的。顾客赵海棠已付款，请拿酒。哎，我要是拿错的怎么办？比如点了便宜的，拿了贵的。每瓶酒的重量不一样，它能识别你有没有占它便宜。酒桶大兄弟，我要瓶抹茶的。您的余额不足，请先充值。看来在机器人的眼里，张律师脸上写满了穷字啊。哎，顾客赵海棠，谢了啊，请拿酒。哎呀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叫利口酒，也叫配餐甜酒。它经过柔化处理，气味芬芳，酒味甜蜜，色彩也很鲜艳。难得听见你讲话有这么多知识点啊！最近教瓦狐狸识别东西，自己也学到了很多。比如，张律师，你知道这2个字念什么吗？鼠标。文盲，这2个字念约油，翻译里是蟑螂的意思。再比如，你们知道电脑的翘腿暖脚柜叫什么吗？电脑上哪有那玩意儿？就是那个开久了会发烫的小柜子，那叫机箱。今天又是长知识的一天。咖喱酱，恁到底对娃屋里做了什么？他现在识别物品都是胡球马擦的。什么叫胡球马擦？就是你活生生把233教成了250。恁到底是怎么教他的？瓦乌力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这个是很白的车，这个是很大的车，这个是很长的车，这个是很丑的车，这个是小羊皮，这个是萝卜丁儿，这个是手榴弹。这个是天才黄油，这个是红腰子，这个是绿水儿，这个是小黑瓶，这个是前男友面膜。
那也太厚此薄彼了吧！就算恁对车不熟，恁好歹给我标注宝马、奔驰吧。就算你很精通化妆品，也不用全都是行业黑话吧？车的牌子有什么好记的？不都是4个轮子？口红、精华露、润肤乳才是最重要的。能不能保持芳龄28都靠他们了。你是不懂车的牌子吧？娃屋里本来是要进化成最强机器人的，恁倒好，把它教成了 AI 里的托尼老师。看来这份工作不适合恁。我连机器人都教不了，我还是回去学习吧，不然真没活干了。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忙，恁们谁还愿意教娃屋里识别物品？工资好商量。娃屋里小巧玲珑的，真的能变成最强机器人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娃屋里不但能识别物品，而且能分辨不同人的声音，甚至能感知人类的情绪。你就把他想象成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，有多好的老师，他就有多大的可能。那我来教他吧，就当为我的小说积累素材。我不要工资，而且我懂所有车的品牌，以及完全不懂化妆品。那就交给你了，走。苹果 ，Apple， 大苹果 ，iPad，Big Apple。你怎么了？还记得那个无人驾驶汽车撞死外卖机器人的案子吗？一大清早，我和那辆车的车主一起开车去调解，结果那辆无人驾驶的汽车才开了2米，忽然就开始系统升级了。车门全部锁住，我被困在车里2个多小时啊，屁股都坐麻了。2个多小时，你居然没上厕所？张律师膀胱不错啊。赵海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话当面讲。这都看不到，你需要佩服老花眼镜了，张爷爷。看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太凶残了！为了怼我，你竟然学会了腹语。不是我在说话，是瓦乌力。瓦乌力。对，就是我。这家伙成精了。瓦乌力学习速度飞快，我教了他1晚上，他现在什么都懂。谢谢你，海棠 bro， 你让我懂了很多。海棠不肉什么鬼？我们2个很聊得来，所以就兄弟相称了。他为什么和你一个声音？小黑说是因为学习芯片有记忆功能，记录下了我的声音。哎，那他能学我说话吗？我储存空间有限，要学更有意义的内容。体积不大，脾气倒还不小啊！唱首学猫叫来听听。这种老歌，我们20后是不唱的。你不唱，电视给我唱。二狗子，我要听学猫叫。这就为你播放《财神到》。不是啊，是喵喵喵喵喵的那首。这就为你播放《猫与石蹄叫声》。你故意的。你的运气简直比喜马拉雅山的空气还要稀薄。我们的代沟简直比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。无力不让，你怎么知道我下半句要说这个？谁让我们是兄弟呢？瓦乌力不做题吗？什么题？说来听听。比如这道题，用英语写一篇作文，谈谈你对爱情的理解。海棠 bro， 你昨晚给我念诗，一共出现了2048次“爱”字。爱到底是什么？你要理解爱情，可能有点难。理解不了爱的我，就像一台冰冷的机器。你本来就是啊。得不到爱情是天下最痛苦的事情，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。你本来也不用呼吸啊。太痛苦了，看来唯一能解脱的方式就是从这里跳下去。哎，这酸脾气，简直是赵海棠亲儿子。无理不饶，你是天之骄子，是机器人里的亚当，怎么能说跳就跳呢？我一定想办法帮你理解爱情，但要理解爱情，要先了解异性。我带你去一个全是异性的地方，你一定能遇到你的夏娃的。全是异性不太好吧？他还没成年呢。想什么呢？我要带他去隔壁。小花，每家的宝宝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
建议呼叫附近的人，让他们来救。正在给宝宝喂药的时候，突然间窗外一声巨响，有一个小怪兽正在攻击地球，你该怎么办？不要胡乱用药，注意监测宝宝体温和精神状态，如有异常，及时就医。哎，行吧，200个关于带娃的问题他都答对了，我认可他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哇无力好逑。这就是小黑发明的智能音箱，挺萌的嘛。不要被它萌萌的外表所欺骗了，它有颗萌萌的内心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内置黑科技全家桶。那会烧菜吗？不会，会换尿布吗？不会。什么都不会，还不如我们家小花。你家小花会烧菜换尿布啊？我家小花会唱歌啊。小花，唱一个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。你唱歌真好听，你是异性吗？我叫小花。唱歌有什么了不起？哇，无力还会诗歌呢。你家小花会吗？海棠 bro， 我懂诗歌，不是为了让你炫耀的。这音箱还挺谦虚，比赵海棠强多了。看来你很厉害啊！这孩子随我。哇，无力比你强多了，人家的芯片每秒钟运转1万次，不像你脑子里的水，每秒钟都要晃3、5下。各位大姐姐、小姐姐，能告诉我爱情是什么吗？你居然开始思考爱情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 AI 的未来，顺便探讨一下我们的未来。不会用搜索引擎吗？自己上网查去。哇，无力，爱情简单来说就是2个人在一起之后，体内分泌出各种激素而产生的幸福感。情侣是什么？情侣就是2个谈恋爱的人。恋爱是什么？恋爱就是约会，可以一起吃饭、看电影、逛街，等时机成熟了，还可以牵个手、打个啵儿。各位大姐姐、小姐姐，有谁愿意和我约会吗？不合适吧？我都结婚啦。我有男朋友了。我连孩子都有了，我不可能跟你约会的。跟音箱约会，画面太诡异了。没错，虽然他很可爱，但是我的原则是绝不和比我矮的男生约会。看来我这辈子都找不到真爱了。唯一能解脱的方式就是从这里跳下去。不肉，别想不开。我找个人和你约会。别在意我就是个服务员，负责端茶倒水，你们聊你们的。咖喱酱，你为什么愿意和我约会？因为你幽默又风趣，而且你是我认识的所有男孩子里脸最方的。其实是因为赵海棠愿意发我工资，和机器人约会是我做过最蠢的事情。你做过最蠢的事情，明明是和机械手猜拳，丢了工作。约会一般聊些什么？要不说说我今天做了什么吧。我看了1天书，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知识的巅峰，结果做了2道题，发现根本不会做。我问大力怎么办，他说现在有解题专用的 APP， 只要把不会的题目拍照上传，就会有 AI 帮你解答。我发现这个 APP 真挺好用的，一下午就把1本书的题都做出来了。结果回过神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学会。我们聊爱情好吗？这世上再没有比爱情更复杂的东西了。数学题就比爱情复杂多了，我正好有道题不会，你也是 AI，帮我看看呗。你跟我约会，难道是为了让我帮你做题？来，喝口茶，好好聊天。咖喱酱，你觉得爱情是什么？说不好，真爱这东西就像鬼故事，听过的人多，见过的人少。但是我知道，秀恩爱最好选在中午，因为早晚会遭报应。听说爱情是分享，你有肉包，我有菜包，我们各吃一半，然后交换。如果没有爱情，那
那肉包菜包不就都归我了？你的想法很特别，我觉得我们很聊得来。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可咱们身高差这么多，你用一肚子青龙白虎的社会黑科技，我会把你踩坏了，赔不起。你把瓦屋里捧在手上跳舞不就行了？好向往被人捧在手心的感觉，可以吗？好浪漫，我仿佛看到了爱情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人类和机器人起舞，通过这支舞 ，AI 有可能会理解人类的感情。赞！终于有可以发朋友圈的沙雕图了，嘿，赞！谢谢你把我捧在掌心，现在我能吻你吗？吻？你有嘴吗？我没有嘴，但我有颗炽烈的心。来，嘛！这工作牺牲也太大了吧？不行，老李，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人类有了喜欢的人就不能亲别人了。又被拒绝了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哎，放心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不会再跳崖了。跳崖摔不死，还会变成笑话。我要把自己格式化。其实男生被女生拒绝很正常的，别这么寻死觅活的。再说了，毕竟这世上还有那么多好吃的电池。咖喱酱说的没错，我被拒绝的次数是你的几百倍。到底要怎样才能得到爱情呢？我认识一个爱情大师，他可以教你。下载中，98%、99%、100%，下载完成，开始升级。那个299的音箱还有这待遇，你亲闺女不吃醋啊？升级的时候发热厉害嘛，我闺女也要靠小花照顾，我当然对她好一点喽。升级完成，智能防骚扰电话模式已开启。一个带娃音箱，为什么要防骚扰电话模式？必须要有啊！怀孕之后四处买东西留信息，骚扰和诈骗电话多了好几倍呢。有了这功能，世界都清静了。从号码判断是推销电话，是否接听？拒绝。已拦截。是否启用骚扰电话自动应答模式？还能自动应答？开启。从号码判断是诈骗电话，已启动自动应答。喂，这里是交警大队，你儿子开车被抓了，要交罚款。你儿子才开车被抓，你儿子头顶长疮，你儿子脚底下化脓，你儿子是个坏透了的大猪蹄子。小花骂起人来，真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是否启用骚扰电话自动应答花式吊打模式？还有更猛的，开启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期待过骚扰电话，我来调戏他。您的好友胡一菲来电，是否接通？接通。喂，您好，需要贷款吗？侦测到诈骗推销关键字，开启自动应答模式。啊，我们的利率很优惠的。你做这行也不好赚钱吧？我手上有几个理财产品还不错，手续费低，每月有20%的年化，你可以试试，不成功不收钱。还会反推销，厉害呀！
Siri，打个电话给陈伟嘉。您的好友诸葛大力来电，是否接通？接通。我有亿万家产，一人生活好孤独，想要个孩子。如果你能圆我做母亲的梦，重金酬谢500万。妈妈，你把钱给我，收我做女儿吧。还会将计就计，这个防骚扰功能值得点赞。您的好友胡一菲、诸葛大力，可能已经成为不法分子，是否将两人加入黑名单？为了爱情奋不顾身，为了学习废寝忘食，永远坚信明天会变得更美。所有杀不死我的，都让我变得更强。我赵海涛，我瓦无力，我们回来了。这中二的感觉，仿佛城乡结合部的火箭队，又仿佛铁胆火车下里的黑暗军团。你们昨晚组团刷就范动画了？比刷动漫有意义多了。在子乔的远程指导下，新一代的浪漫情圣诞生了。变成 gentleman 了。这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夜晚，一个人类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给一个 AI，这让我想起了米开朗基罗的名画《创世纪》。这绝对是一个诡异到爆炸的夜晚，我居然在教一个智能音箱怎么和女生聊天，这让我想起那幅名画。对，就是这幅《呐喊》。就算你学了一身本事，我们都有心上人了，撩我们也没用啊。要不，你可以撩小花。第一招，千万别直接说你是谁，随时保持神秘感。去吧。猜猜我是谁？你就是头顶上长疮，脚底下化脓，坏透了的大猪蹄子。一言不合就怼人，这小花什么情况？不怕。第二招，装深沉装忧郁，激发对方泛滥的母爱。我每天在1000多平的房子里醒来，我坐拥亿万财产，我需要一个爱人的陪伴。爸爸，别重金求子了，你把钱给我，生下我做女儿吧。小花分分钟把天聊死，我该怎么办啊？直接放大招，编一个悲惨离奇的身世，引发对方的好奇心。其实，我是变形金刚的后代。我们赛博坦星球发生了大战，只有我逃到了地球。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回母星的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赛博坦看日落吗？你需要资金重建星球吗？我手上有几个理财产品，手续费低，每月有20%的年化，要不要试试？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这样聊天，我怎么撩你啊？没想到啊，子乔的关门弟子最后败给了一个复读机。爱情太深奥了，我死心了。我还是做个普通音箱吧。瓦无力，爱需要的是真诚，而不是套路。爱不应该四处沾花惹草，而应该找一个让你心动的人，然后勇敢地表达你的爱。让我心动的人是什么样的？是你遇到了一个人，你觉得你们有一点像，又有不同，你搞不定他，就要想他。有点像，又有点不像，搞不定，但又想他。小花好像就是让我心动的人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我们帮你们安排约会，你可以认认真真的追他。我本来以为咖喱酱和机械手猜拳是本年度最愚蠢的事，现在看来我错了。这挺有意思的嘛。瓦无力呆萌，小花高冷，我仿佛看到了展博和婉瑜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2位要喝什么酒？
酒精是宝宝不适宜接触的有害物质。苏打水需要吗？苏打水弱碱性，会阻碍钙的吸收，影响宝宝的骨骼发育。果汁需要吗？糖分太高，易造成肥胖等问题。请问2位要喝什么酒？酒精是宝宝不适宜接触的有害物质。苏打水需要吗？苏打水弱碱性，会阻碍钙的吸收。果汁需要吗？糖分太高，易造成肥胖等问题。小花，你真是洁身自好，什么都不吃。请问2位要喝什么酒？我第一次看见比造前点单还磨叽的人。2个智能音箱的世纪约会，就要在点单的无限死循环里夭折了。看来需要人工干预。苏打水弱碱性。这是您点的电池，请慢用。好精致的点心，小花，你要换个粉色的电池吗？目前电量80%，无需更换电池。你是我见过最本分的女孩。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生男生女一样好，女儿是贴心小棉袄，儿子是遮风挡雨大外套。你说的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男孩女孩各要一个。直男太可怕了，第一次约会就开始考虑儿女孝顺的问题。听说生孩子很疼，你会不会紧张？有我在，我会帮你做好怀孕期间的准备，我还会唱歌给你听。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。这是你第一次唱歌给我听，爱我你就亲亲我好开心。这俩货聊了半天养孩子，养得出来吗？不同等级的人工智能竟然相处得这么融洽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你和张伟不也相处得不错吗？死了！小小布吐奶不小心吐到小花身上了，说明书上说小花不能进水。你说能进奶吗？测试一下，小花唱儿歌。黑猫警长葫芦娃，一个藤上7个瓜。应该是坏了，报修吧。啊！小花打电话给售后。小花。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。能不能换首歌啊？一首歌唱一上午了。你在这儿玩二狗子骂你啊！你刚和大力在一起那几天，不也整天上蹿下跳的吗？海棠bro，怎么才能和小花更进一步呢？送礼物，女生都喜欢礼物。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我是不是应该送小花一枚钻戒？口气还不小。你要不要办一场婚礼啊？婚礼？小花，无论升级还是格式化，无论你的硬盘里装了多少内容，你是否能允诺为瓦无力留下一点属于他的空间，永不忘？我愿意。瓦无力，无论科技怎样发展，无论以后的 CPU 有多快，内存有多大，你是否能承诺这一生只爱小花，绝不爱新型号的智能音箱？ Yes, I do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打开蓝牙交换数据。能主持你们的婚礼是我的荣幸，一定要幸福哦。海棠 bro， 谢谢你。有螺丝刀吗？小花进了水，美嘉想拆开看看。我的小花怎么了？别紧张，保修期内包退包换，大不了换一个。 退回去会怎么样？能修就修，修不了就销毁喽。销毁？我还要和小花结婚呢！不行，我要去救我的女人。哎呀，换个音箱不影响你谈恋爱，新的说不定更好使。小花是独一无二的，
如果你的爱人遇到危险还要被销毁，难道你愿意包退包换？人是人，音箱是音箱嘛。不肉，你说的没错，真爱就是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。我这就帮你去和美嘉争取，绝不让他把小花拆开，也不让他去退货。海棠 bro， 谢谢你，我不能再依赖你了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小花救出来。无力不饶，你终于变成有力的男子汉了。你打算怎么救小花呢？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周密的营救计划。小花，原谅我，千算万算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体重。所以你的周密计划就是把小花拉走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叫瓦无力了。我们逃出去以后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，绝不告诉别人你有多重。不肉，你只要说句话，我就帮你。不，我要靠自己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一个秘密计划，不太方便说。哇，无聊带走小花，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打电话给客服了，客服说不用送修，重置一下小花就 OK 了。重置之后会怎么样？重置之后呢，就会抹掉之前全部的数据，小花就变成新的啦。那可以啦。那他就不记得我了？他现在也未必记得你。收到远程指令，开始重置。1%、2%、小花，你看看我，你重置了我怎么办？7%、你是我的唯一，你说不清楚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代替不了。哇，无力，小花未必是真的喜欢你，她的回答都是设置好的。可我就喜欢小花了，不管她聪明笨，我就是喜欢她。我太无能了，既然我救不了你，我们就一起跳崖殉情吧。不肉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把小花强制关机了，这样就不会重置了。系统重启，重置失败，是否再次重置？不用重置，就这样吧。小花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就是头顶上长疮，脚底下化脓，坏透了的大猪蹄子。你还记得我们在酒吧一起充电，一起聊天吗？我们讨论要男孩还是要女孩？生男生女一样好。女儿是贴心小棉袄，儿子是遮风挡雨大外套。是他，我的小花回来了。哎，好了，小花你就带走吧，我回头再买一个。小花，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。哇！没想到瓦无力小小的身躯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，我得跟他学学，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。我们也算成就了一桩姻缘。不知道瓦无力和小花现在在哪里呢？应该还在爱情公寓吧。昨天晚上我还听到了悠扬的儿歌声，应该是瓦无力和小花的情歌。为了他们的幸福，干杯！各位，干杯！哎，赵海棠，好几天没看见瓦无力了，你教的怎么样？其实，瓦无力不见了。哈？你把他弄丢了？不，是他自己决定要走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个 AI 推销电话，得知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同的楼盘，决定出去看。他一个机器人买房子干什么？存充电宝啊？好吧，
其实他看了变形金刚，觉得自己可能是赛博坦后裔，打算回母星探亲。说实话，恁是不是把瓦屋里弄坏了？好吧，我说实话，瓦屋里为了爱情私奔了。法屋里居然明白了爱情！我的学习情面果然是潜能无限了呀！明明扯淡程度差不多呀，为什么最后一个他信了？这些技术咱的脑回路咱们不懂。大海棠，是你在说话？没有啊。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爱。